我叫洪熙官，少林石虎之首，洪拳的创始人。可在我自己心里头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个从小没了爹娘，被叔叔带大的野孩子。我叔叔叫洪天佑，天地会清风堂的堂主，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那一年，清兵火烧闵行会馆，到处都是火，到处都是刀光剑影。我叔叔拼了命把我从火场里推出来，他浑身是血，塞给我一本名册，他跟我说：“西关，快走。”我问他：“叔叔你呢？”他没回答我，因为他被察哈赤那个狗贼给抓住了。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把名册送到广东。那一晚，我抱着那本名册，像条丧家犬一样逃了一整夜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亡命天涯。察哈赤在找这本名册，拿到了它，就能把天地会的人一网打尽，所以没人敢收留我。走到哪儿都有人在抓我，我变得谁都不信，不敢跟人说话，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。那段日子，我觉得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，拳脚再硬也没用，因为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这个世道。后来，我稀里糊涂地闯进了一个人的家里，那个人叫方世玉。我第一次见他，就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吵，跟只麻雀似的，叽叽喳喳，没完没了。他爹方德还给了我银子让我走，可这个方世玉非要拉着我当他兄弟，我说我没兴趣，他就死缠烂打。我这辈子在遇到他之前，除了我叔叔，没人对我这么好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人是有名的广州小霸王，可他对我是真心的。我们一起去了杭州，进了九义会馆念书，一起被雷老虎欺负，一起打架。那时候我头受了伤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是他在我旁边唠唠叨叨。也是在杭州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叫严永春。前段时间，雷老虎他带着儿子的人到我家来提亲，我就用文武状元选拔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俩就打了一架。他武功不赖，脾气也挺冲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打完那一架，我就老想看见他。我这人嘴笨，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。世玉教我怎么去逗女孩子开心，我学了，可做得一塌糊涂。每次看见他，我脑子就一片空白。永春也不嫌我笨，他懂我，他知道我身上背着命案，知道我满肚子苦水说不出来。这可是关系到你未来的，你为什么要放弃呢？我以为我能跟永春好好过一辈子，可老天爷偏不让我安生。雷老虎那个王八蛋，为了他儿子的事，非要找我们算账。我兄弟方世玉在擂台上错手把他打死了。
这下捅了马蜂窝了。雷老虎的岳父李巴山，还有他老婆李小环，一个比一个难缠，全都是冲着要我们命来的。可我怕的不是这个，我怕的是连累咏春。我怕有一天扎哈赤的人追过来，伤了他。我对咏春说：“咱们别来往了。”咏春哭了，说一辈子都不原谅我。看着他哭，我的心像被刀剜了一样疼。可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一个亡命之徒，拿什么给他幸福？我不能害了他。后来，察哈赤那个狗贼还是找来了，他要我手上的名册，还要杀了我叔叔。这一仗是躲不过去了。我和世玉，还有胡慧前那个愣头青，我们三兄弟一起杀进了敌营。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有兄弟。再后来，我遇到了我这一生最大的劲敌——白眉道人，那个投靠了清廷的少林叛徒。我跟他在梅花桩上打那一战，我几乎拼尽了我这辈子所有的力气，我把他打下了桩，可我也受了重伤。我昏迷了好久，迷迷糊糊间，我听见咏春在喊我的名字，我想睁开眼，可就是睁不开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是咏春，是世玉，是苗姑娘，是他们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醒过来的那天，阳光刺得我眼睛疼，可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咏春。我跟他道歉，我说：“咏春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”他还是不说话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掉。那一刻，我就发誓，这辈子再也不把他推开。我跟咏春结了婚，在兄弟们的见证下，拜了天地。那一刻，我才觉得，我这辈子总算是有点奔头了。后来，世玉也跟着我们一起走了。他说要去素人别院再练练本事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三兄弟从互不顺眼到交托生死。方世玉那个家伙，虽然还是大大咧咧的，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。胡慧前以前就是个被人欺负的软蛋，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。看着他们，有人问挺欣慰的，武功那么高，怕过吗？我说，我连死都不怕，我怕的是信错了人，走了歪路。我怕的是叔叔一辈子光明磊落，最后却死在我这个侄子手里。我怕的是咏春那么好一个姑娘，被我这浑身的血债给拖累死。承蒙老天爷不弃，这些都没发生。我洪熙官这辈子值了。年少时有叔叔护着，长大后有兄弟撑着，累了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守着。咏春说他喜欢我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真。我不懂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我只知道做人要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良心。洪拳算什么？拳法不过是招式，真正传下去的是这骨气。是不信命的那股气，是兄弟并肩的那股气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股气。有人说广东石虎之首威风，可我觉得能娶到咏春，能交到世玉这样的兄弟，才是我洪熙官这辈子最威风的事。如果有人问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，我说没有。硬说有的话，那就是年轻的时候为了所谓的为他好，把咏春往外推了那么一。幸好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咏春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。我叫洪熙官，洪拳洪熙官，这一世恩怨两清，江湖再见。咏春回家了。